在上一期关于长镜头的视频中，我们谈到了固定长镜头。如果你感兴趣，可以点击这里去观看。我们谈到的是如何去选择一个好的机位来拍摄固定长镜头，并且怎么让这个镜头里的内容更丰富。但是电影透析这个镜头稍微有点复杂，或许多数情况下我们遇到的场次没有这么复杂。那我们今天来看几个相对简单的固定长镜头，或许它们更有参考价值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这里我会坚持分享一些导演思维，真正从导演角度考虑一场戏、一部电影怎么拍。可以点击打开中文字幕或者英文字幕。本期的内容有如何安排画面中不同元素的节奏，如何选择机位让镜头内的空间更丰富，长镜头内人物走位如何配合戏剧变化。我们今天的电影是《苦路14站》，这是一部宗教题材的电影，全片是14个长镜头组成，其中3个镜头摄影机有运动，另外11个镜头摄影机是完全固定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开场镜头。关于电影的开场镜头我们也做过几期视频，感兴趣可以点击观看。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镜头，我想到的是这张画，非常合理，因为这个电影就是讲述耶稣受难时14个关键事件。在这里第一个镜头致敬最后的晚餐这幅画，我觉得非常合理，而且很有形式美感，而且这个镜头也非常好看。我们来分析。首先，这个镜头机位的选择是按照标准的一点透视的原则来选的。这个场景是教堂的某个房间，这是牧师，他占据着画面的中心，机位是与他的眼睛平视，他的背后有十字架，还有2幅应该是宗教画。围绕在他周边的是少年，正在接受牧师的教导。这场戏实际上是通过对话来传递信息。导演在场面调度上并没有选择圆桌围坐，也没有选择一个教室，牧师在台上，少年们在台下，而是选择了与最后的晚餐这幅画几乎相同的长桌布局。但是他有一些改良，这些少年的座次安排并不全是在桌子同侧，这2个人是背对画面的，而在这幅画中没有人是完全背对画面的。12门徒都重要，耶稣告诉他们12人中有人出卖了自己，画家选择让我们看到全部人的表情，所以没有人是完全背对镜头的。相比绘画，导演做的改良就是把这2个少年安排在桌子的这一侧，背对镜头，这样画面就增加了层次。另外，机位已经选择好了，怎样还可以增加画面的层次？用光线。这个场景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这个窗户透光，而看起来外面的天气也是阴天，并不是大晴天。在拍摄室内镜头时，我们可以通过给窗户加光或者减光来控制天气变化，但这整部电影的外景内景都是比较阴郁的天气氛围，这可能是导演的主观选择。所以这里不是像一些电影那样从窗户打进来一个硬光，形成大的光比，一个丁达尔效应。这个场景的灯是从画面上方下来的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我们可以看到左侧这几个人物脸上都有光，但是导演做的另一个选择是将光线范围框定，右侧这2个少年脸上就没有光，光被遮掉了，只有一些散射光，并且这几处都进行了遮光处理，这样画面就有了明暗层次，又增加了画面的深度。注意这里有微微一束头发光，给这个画面增加了一点层次。关于这几个少年的座次安排，我们来看，少年们身高不同，导演选择用这样的节奏来安排他们的座次。牧师是这个场景的主导者，他安排在画面中心力量最强的位置，左侧1/3处这个小女孩，她是本片主角。当然在这第一场戏，其实观众还不知道她是主角，但是她的位置是很重要的。右侧1/3处是这个背对镜头的女孩，所以从画面上左侧这个女孩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出来了。关于这个画面节奏问题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。曾经我的一位朋友给我看他拍广告的镜头，这个镜头内容是在一个画室，一个女孩站在画架前独自在画画，整个画室的布置是相同高度的画架一排一排，女孩在某处画画，这是画面的节奏问题，不能让这个画面里所有的画架都一模一样，摆放不能是完全对齐，这就没有节奏了。应该做的是画架需要高低大小不同，再摆几个凳子几个箱子，层次分明。在这个镜头中，不同演员的身高不同，如果这个女孩和这个女孩换一下，想象一下，画面肯定不如现在好看。所以我们看沙丘，一群士兵是这样出场，而不是黑压压的排成一条线出场。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。在单个画面里相同元素的安排，这是导演审美的一部分，尤其是在大的场景元素比较多的情况下，如何形成画面本身的节奏，这个我们后面也可以详细探讨。Schaut nochmal auf eure Liste und überlegt, auf welche Dinge ihr verzichten könnt. 在持续了12分钟之后，这一堂课结束了。牧师号召少年们想想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祭给上帝，
这也奠定了全篇。全篇展示的就是这个女孩将自己献祭的过程。这时候牧师起身，我们看接下来导演是怎样将这个固定长镜头更加丰富。牧师开门，少年们往外走，我们看到这是个扶梯的扶手。原来这个房间是在半地下室。5个孩子出门往画面的 Y 轴 Z 轴运动，并且在这里出画，又在这里入画出画， XYZ 3个轴上都有变化。想象这个镜头如果是放在1楼来拍摄，那可能这些小孩子们出了门就会直接往 Z 轴走，这样就缺少了 X 轴和 Y 轴的运动。而导演选定了这个空间，展示了他对视听语言的熟练掌握。牧师为什么要坐在这个位置呢？他原先不是坐在中间吗？他如果坐在中间，这个画面就失衡了，右侧就没有重量了。现在又重新形成了这样的构图，也很好看。有趣，牧师出门竟然向画面左侧出画，这样又把空间打开了，意味着画面的左侧也是有空间的。第一个镜头结束了，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画面中有很多相似的元素时，导演如何突出他最想要观众去关注的那个元素。其实我们在很多电影中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，那仅就本片来看，导演在这场戏里最想突出的是玛利亚这个女孩，用了哪些方法呢？第一，构图上将玛利亚放在左侧1/3处，这是一个会让观众在视觉上更多的关注的一个位置，仅次于画面正中心。这场戏明显是牧师在布道，玛利亚不可能占据中心的。第二，打光，接受光线直射的人物是这5个，但是从光线明度上区分，只有牧师和玛利亚脸上的光是最亮的。第三，表演，玛利亚相对其他少年她懂得多一点，以至于牧师不让她抢答，而把机会让给别人，并且注意看她的表演，表情是最丰富的，最从容的。当所有人都走了之后，也就剩下她一个坐在那儿不动，这也是把她突出出来的一个方法。那这是第6个镜头。我们上一期关于电影透析的长镜头里，通过人物站位形成了4个图层。在机位选择中，同样重要的还有空间本身的层次。前面第1个镜头中，按照1点透视的方法来摆放的机位，其实在下课之前，这个空间其实是没有什么层次的，比较单一的一个长方体的空间。但是打开门之后，我们看到了楼梯，看到了地面，空间就有了层次。那这第6个镜头里，导演是怎么选择的机位？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2个门，通过灯光的冷暖对比做了区分。2个门中间是一条走廊，画面左侧是一个窗户，所以大体上这个空间复原一下，应该是这样的。现在这个机位选择是在这里，而不是这里。如果按照第1个镜头1点透视的原则来说，镜头应该正对墙面，那这样2个门就可能重合了，变成1个门了。而左侧的窗户因为透视的原因也会在画面里几乎消失，而稍微将摄影机往旁边挪动一下，就形成了2点透视的关系。这个客厅是1层空间，窗外是1层空间，2个门之间的走廊是1层空间，远处门所在的房间是1层空间，用一盏暖光灯勾勒出来，这样也有了4个层次的空间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人物就可以在空间中穿梭，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站位。同时通过这些墙面和门的遮挡形成不同的构图，虽然机位没有变化，但是视觉上会一直有新鲜感。果然在这里，在主人公家寄居的这个女孩从走廊入画，母亲和妹妹从走廊入画，父亲从远处这个房间入画，这几个空间都用上了。我们现在是在反向分析，所以当时导演在选择这个房间作为主人公家庭的拍摄场景时，就已经考虑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。假如说机位按照1点透视的位置来摆放的话，这个女孩在墙上的影子我们是看不到的，2个门因为透视关系形成的错位的这一小块空间我们也是看不到的，这样就减少了镜头内的空间层次，是不可取的。第10个镜头其实跟第6个镜头是相似的，而且从这个窗户这个均匀打亮来看，这也有可能是棚拍，这也就意味着机位几乎是可以任意摆放的。导演还是选择了2维透视的这个构图方法，到这里就会形成这样的位置关系。因为这场戏里女孩的母亲是占据一个力量高位的，她在这里完全耽误了女孩的治疗，并且表现出了自大刻薄。有趣的是，到这里门打开了，又多出了1层空间，这个寄居女孩出现了。这个女孩可能是主人公的唯一的朋友，
他却被排除在最远的地方，甚至镜头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坐在外面这个房间。如果这个镜头是按照一点透视的方位来摆放，那这个女孩现在的位置不变的话，那打开门我们也是看不到她的。所以机位不同导致所有人物的站位都要有所调整，这个我们在上一期的透析的长镜头里也说过类似的问题。我们再看第8个镜头，这是一个室外镜头，我们从后景处这栋楼也能看出，这是一个遵循2点透视构图法则的镜头。主角小女孩在画面的左侧，她有点憔悴，因为她刚才上体育课被嘲笑了。为什么她的站位是朝向左侧呢？因为这里她的情绪是向下的，她所面对的空间只有左侧这一点，也就是说她的支配力量很小。一般来说，人物受到压力、情绪低落的时候都可以用这种构图方法。远处小男孩走向镜头，女孩发现男孩之后往镜头近处动了一下，这是这个镜头中他的位置的第一次变化。他这个走动是说明什么？是在说他其实不期待这个男孩过来，他自己在这独自伤心呢。他动的时候嘴里还叹气了，意思是你怎么又来了。 Ich wollte... Alles okay bei dir? Ja. 男孩本来想说一句话，看起来女孩心情不太好，就先问他还好吗？ Stimmt das? 这里女孩转过身面对男孩，这里为什么要转身呢？因为她马上要批评这个男孩，让这个男孩离她远一点，不要爱上他。两个人由于这个身高差以及男孩细致的表演，显得男孩的力量比较弱，但是男孩的位置却是在画面中央，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在画面中央的人物都是画面中力量最强的。在理解一场戏的要求下，视听语言其实是让位于表演的，视听语言是让表演更有力量的方法。所以这里从男孩的表演来看，他现在力量并不强。又换了一个位置，男孩没有走，女孩看他没走，又叹了一口气，很烦的样子。他又换了一个位置，这次换位置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不想面对男孩，同时两人的对话相比前面来说也要有升级，不能还是处于同样的位置。但是他还是处于画面的边缘。其实整个电影的14个镜头，女孩的生命力是随着电影的进行慢慢的消解殆尽。这场戏之后，她马上就生病了。这里她的整个妆容已经显得有些病态了，女孩的情绪明显更坏了，已经开始训斥男孩了。有趣的是，这回这个男孩的身高比女孩高了。按照演员本身的身高来讲，男孩是比女孩子矮一些的，但是这里很明显导演让他站在了一个台阶上，显得比女孩高，因为在这里他再次想把女孩拉出这种非常封闭、情绪低落的状态。前面男孩女孩认识的时候，男孩就邀请女孩来他们的唱诗班，女孩最开始也没拒绝，但是当女孩向母亲说这个的时候，母亲非常反感，因为他们是不同教区，牧师也不同，女孩这一家就显得极其封闭，几乎是不容得下其他教区的，所以女孩也就听了母亲的话，没有去男孩的唱诗班。这是男孩第2次邀请女孩，相当于他来是为了救这个女孩的，给了女孩另外一条路，一个选择。女孩还是严词拒绝，对话再次升级，女孩又离镜头近了一点，表明她想离男孩远一点。因为人物离镜头越近，我们就越能看清他的表情，感受到他的情绪。 Wie kannst du in so einer Welt leben und glauben, das bisschen Gottesdienst am Sonntag würde irgendeinen Unterschied machen? 到这儿几乎已经完全是排他了，其他人全是魔鬼，只有自己这派是上帝。在固定长镜头中，如何根据人物的情绪变化调动演员的走位？这是一个简单的、纯粹的、没有什么外部干扰的长镜头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导演还是尽量让这个画面看起来有层次。他将这场戏2个人的对话分成了3段，每一段都让这个女主角改变她的位置，并且随着情绪的递进，她离镜头越来越近，形成了不同的空间位置关系。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。结合上一期我们分享过的电影《透析》里面的固定长镜头，我们总结一下，如果拍一个固定长镜头，从导演层面要怎样思考？首先，空间的选择要选择有丰富层次的空间，空间有了丰富层次，人物在空间中的走位也就有了层次。空间没有丰富的层次，像透析那样，那就寻求人物走位调度上的丰富层次。第二，弄清楚本场戏最重要的戏剧目标是什么。一场戏用固定长镜头来拍摄，那我们需要尽量将本场戏最重要的戏剧目标放在最合适的构图里，机位不动，配合演员的走位形成最合适的构图。第三，镜头内相同的元素安排要有节奏。当固定机位长时间拍摄时，这是最考验导演调度的能力，因为如果有视觉上安排有差错，
时间一长更容易让人看出问题。所以懂得一些视觉的基础很重要，比如一个固定长镜头里有很多人，重要的不重要的，每个人站在哪里，怎样运动，这都需要周密的思考。好的，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